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国色芳华杨紫新剧引关注，收视率飙升背后为何争议不断？开年首部爆款被杨紫轻松拿下，国色芳华每更新剧情就登上热搜，讨论度极高。云和数据多次登顶，收视率爆表。一向低调的卫视官微也高调炫耀，证实杨紫确实是收视福星，演技出众，俘获人心。尽管开局时被人嘲笑，表情尴尬，身形瘦弱，缺乏大唐的丰腴之美，难以展现牡丹的雍容华贵，但演技出众，依然轻盈地俘获了许多人的心。杨紫新剧口碑爆表，细节精致，美术出色，豆瓣开分 7.8， 近20万人评价，远超同期剧集，即使在杨紫的作品中也名列前茅。节目口碑下滑，然而随着节目的播出，其坚实的口碑出现了裂痕，不再观看的呼声越来越高。问题出在故事上，情节过于俗套，剧情人设逐渐无法匹配一流的包装，只是过分注重外表的好看，内容枯燥乏味，如同读课文一般。反套路的大女主成长记，何为芳是大女主，最怕男主在危难时英雄救美，但该剧巧妙避开了这一点，采用了反套路的处理方式。李现饰演的蒋长阳通常只是旁观或有条件的救援，何为芳则主要靠自己领悟和自救，只在关键时刻才借助外部力量。蒋长阳的家庭秘密，为了增加感情戏，引入了蒋长阳的家庭背景。他的父亲看似一生钟情一人，实则宠爱外室，不顾正妻感受。只有蒋长阳理解父亲的真实面目。蒋长阳剧住外室母子，时过境迁，一个贫困的外室带着生病的孩子找到蒋长阳求助，他心硬如铁，拒绝为上辈的冤孽承担责任。何为芳插手蒋家事务，何为芳此时圣母心起，想插手蒋家事务，认为无辜的孩子可怜，便试图从中调解。从他的角度看，这是出于善意，但对蒋长阳来说，这却是多管闲事。蒋长阳的介入，若蒋长阳也介入他与刘家的恩怨，何为芳可能是他为自私之人，如同刘畅一样。主角仍受限于完美品德的设定，剧情粗糙，事业为爱服务。虽然是女主戏，事业线是重点，但剧情处理得很粗糙。就连外行也知道是花弄草需要时间，特别是名品牡丹，从选育到开花涉及多个繁琐步骤。这就像玩农场游戏，几天内花就盛开，显得很不真实。最终，所谓的事业还是为爱情服务。秦圣意的背叛，更让观众不满的是秦圣意这条线确实出现了背叛。当初何为芳极力拉舞娘脱离婚姻困境，赐名圣意，教她养花和书法，还帮助她实现财务自由。人常不知足，满足温饱后又想其他，渴望家庭幸福，执着于琐碎事物。传统教育的局限性，正如牡丹所说，这种想法很常见，但不适合王晴。靠几句鸡汤就能觉醒是不现实的。圣意代表了万千女性，从小受到传统教育，认知受限于父母设定的框架，即使店面扩大，她的视野依然不会拓宽。父亲一强硬，她就露出软弱本性，始终是个柔弱的女人。爱与眼界的重要性，欣赏网友的解读。有足够爱的安福娘保持真性情，不受时代束缚；牡丹母见识非凡，不被世俗约束。无爱家庭中成长的人眼界狭隘，易退缩犹豫，难以坚定。这种影响需一生去治愈。王晴的适时出现，王晴出现的恰到好处，抓住了机会。相比于嫁给年老之人，风华正茂的她仍是他的首选。圣意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挑选更好的丈夫或攀附更高贵的人，
虚假户籍引发的家族纷争。他假装挽回他，实则算计牡丹，牵扯出盛义和潍坊的虚假户籍曝光，加上刘家公婆从中阻挠，导致财产被没收，沦为流放官奴。谭木满屏都是憋屈，之前的辛苦都白费了，这大概是牡丹遇到的最大难关。要想解决，恐怕得靠蒋军帮忙了。闺蜜变脸，成长还是工具。原本以为是携手共进的闺蜜，结局却落入俗套。何潍坊被塑造成理想，盛义代表现实。难道要通过把他描绘成恋爱脑来展现他的局限？这与他在商场上的敏锐、强势和聪慧不符。看似成长，实则配角沦为推动剧情的工具，最终只是为了激怒观众。女性独立题材的困境与期待。女性独立则天地皆宽的争议不断被诠释，格局很大。尽管近年来类似题材口碑和成绩不错，吸引了很多投资，但故事手法陈旧，缺乏新意。希望后续能有所改变，给秦圣义这一有趣角色一个满意的结局。收视率飙升，杨紫国色芳华为何却引发热议？背后原因揭晓。开年第一爆，被杨紫没悬念拿下。说实话，年初一部剧的热度能在社交媒体上这么长时间肆意飙升，真是让人意外。像是华丽的烟火，随着新剧《国色芳华》的上映，杨紫这个名字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。热搜榜上，她就像是一道璀璨的星光，瞬间引爆了整个网络。你没有听错，她的名字直接成为了收视福星的代名词。可以说，她的影响力，连同这部剧的收视率，也都是呈现出一种井喷式的增长。民间流传的观众喜欢的是哪种美德的观念，似乎在这一刻被全盘翻新。可见，行走在演艺圈的杨紫，还是那个曾经吸引了无数目光的小女孩，而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大女主。制片方的策划与数据表现，不得不承认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巧妙的策划和强大的市场宣传。云和的数据表明，在剧集上线的短短几天内，《国色芳华》的收视率已经独霸榜单，这可是让不少竞争对手心中悸动的程度。卫视官方微博更是毫不隐藏的高调自豪，仿佛就等着整个网络来为他们的智商点赞。不过，消费者的口味变化多端，仅靠一个星光璀璨的名字就能一劳永逸吗？显然不行。虽然剧集开局收视率和讨论度一片火热，但当观众慢慢深入剧情，似乎很多人开始出现了劈腿现象。这个转身的过程何其真实，犹如一朵花朵在阳光下绚烂，而一旦失去了光辉，它的美丽便归于阴影。细节与剧情的矛盾，观众们总希望看到合适的内容与精致的商业包装相匹配。可惜国色芳华无疑在这一点上略显薄弱。随着剧情的深入，许多观众开始感受到剧情走向的老套，角色设计开始显得似乎有些生硬。原本应当深刻反映社会百态、展示个体价值的剧情，渐渐演变成了读课文式的无趣。剧中女主和潍坊的设定初看似乎充满了反叛精神，但故事的发展却让人不免思考。难道成为反套路的女主角就必须要用男主的英雄梦来拯救自己吗？是的，李现饰演的蒋长阳多次出现在关键时刻，但他那种半推半就的救助方式，难免让人产生一种你并没有多么积极的错觉。显然，国色芳华似乎以流畅的节奏包装了剧情的表象，却让内涵成为了奢侈品。这种方式就跟一杯看似美味的饮品，喝下去却觉得回味无穷，实则不及一口甜水的真实。角色深度的探讨，更值得探讨的是剧中角色阵容。除了何潍坊，还有另外一个角色秦圣义。他设定的初衷是为了表现女性的觉醒，但随着故事的推进，问题却来了。
她从一个想要追求财富自由的女性，变成了家庭的小团体，心智的退化让人心痛，恰如其分地呈现了一个女性在世俗面前的软弱与妥协。一个网友曾解读：阿福的娘给了足够爱，所以时代捆绑不了她的真性情；牡丹的母亲则带来更大的世俗约束。诚然，前者的角色设定是坚韧的，后者却成了同情的局外人。哪里是情感战争的胜者？难道剧情只能用这种方式发出女性卷入斗争的局限感？制作团队的挑战与机遇。在当今这个创意层出不穷的时代，观众的审美要求只会越来越高。制作团队要想在这个行业中立足，实在不易。传统故事在与创新结合时，往往极易产生奇异碰撞。国色芳华可谓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尝试，但似乎这一次，许多未能触及的观众心理将其拽回了不知的藩篱。当下的影视市场对于剧本的创造力和妥善构建的重视也愈加明显。倘若继续走在老路上，以同质化的来的俗套来吸引观众，那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，恐怕离败落不远。尾声的期待与展望，我们都期待国色芳华在接下来的剧情中能有所发展，给个体带来强烈的情感共鸣。毕竟剧集真正的意义在于引起观众的思考，而不仅仅是提供片刻的娱乐。不过，关键在于撇开那些偏见，迎接更深刻的理解与反思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每一个角色的命运与观众的情感交织，才能让这朵在剧集上盛开盛放的牡丹，真正的绽放出属于它的华彩。